瑞宝、辉宝徘徊在通道门口，就是没有要出去的意思。先是辉宝堵在通道门口，给门口做了下标记，然后是瑞宝姐妹俩给自己通道门口做好标记后，才放心的离开。而今天江爷爷看着光秃秃的园区有些无聊，便在雪堆上给瑞宝、辉宝插了2根树枝用来消遣。江爷爷的想法还真是多，辉宝和他老爹一样，最喜欢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发现树干后，抱着树干就开始啃，辉宝越啃越香，很快就给瑞宝也吸引了过来。瑞宝和辉宝一样，上来就开始拉着树枝玩耍。不过瑞宝只想吃现成的，瑞宝给辉宝手里的抢了过来。一会儿到了回家时间，辉宝这里又不回去了。江爷爷想着麻烦爱宝，让爱宝帮个忙。爱宝反反复复走来走去，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的，但辉宝铁了心的不想回去。面对江爷爷的恳求，爱宝是连连叹气。除此之外，经过江爷爷对辉宝这1周投喂窝头的情况总结到，只要给辉宝投喂窝头，辉宝就会流口水或者牙齿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表示自己不要吃，拒绝的反应很强烈。这一点和乐宝很像，江爷爷表示很担心，但同时又对辉宝有信心，认为辉宝不久之后味蕾再发育，也许会接受的，让姨姨们放心。辉宝是真害怕宋3岁，因为毫无边界感的宋3岁总是趁自己产青团的时候凑过来，而妈妈也没教过自己要保护青团，因为所有大熊猫在遇到宋3岁之前，也没人会惦记这东西。不过想必以后瑞宝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或许会多一条关于如何防卫自己青团的知识。宋3岁除了会令瑞宝害怕以外，还会令辉宝感到厌烦。辉宝在树上睡觉睡得好好的，宋3岁来到园区，开始在辉宝耳边碎碎念念。 아이고, 이모, 털발도 아주 왕발이 됐네. 태우는 괜찮아? 태우는 안 떨어졌어. 몸이 따뜻해. 而之所以宋3岁会变成这样，其实是因为辉宝到了该回室内的时间了，还在睡觉，主要是怕温差太大，辉宝身体感冒。辉宝对宋3岁在自己耳旁的碎碎念念根本不理。宋3岁说他的，辉宝睡自己的。第二天，宋3岁借来了一个新的摄影工具，一个巨型的摇臂摄像机。瑞宝看到后，试图将其击落下来，但结果不小心滑到了坡下面。宋3岁摇晃着摇臂，就像是个大巨人，在背后跟着瑞宝、辉宝。不过辉宝很快就适应了，辉宝躺在相机下面，卖弄着自己的可爱，让宋3岁给自己拍好看点。一会儿瑞宝也凑了过来，瑞宝让辉宝矜持一点，收一下自己这不值钱的样子。为了让辉宝清醒，瑞宝踩了辉宝一脚，脸上沾满了落叶。辉宝一路紧跟着摇臂摄像机，想仔细研究一下，结果只忙着抬头了，忘记了脚下的路，一下就栽了下去。今天圣西姨母来到园区给姐妹俩送胡萝卜，瑞宝注意到姨母身后有陌生人，立马警觉了起来。辉宝这里紧张的直树都爬到一半了，看到是姨母自己，这才稍稍放下心来。直到姨母将胡萝卜递给了辉宝，辉宝才将防备完全卸了下来。不过这时，另外一个姨母突然扛着竹子走了进来，辉宝的戒备立马又启动了，3两下就爬到了树上。辉宝的警觉未尝不是好事儿，这样谁也欺负不了辉宝，到哪儿也不会挨欺负。而瑞宝这里则是熟知不会有人伤害自己，所以便没有害怕。姨母为了哄辉宝，又给辉宝递了一块胡萝卜，但辉宝短时间不仅就下去了，辉宝在树上才能恢复自己的安全感。而瑞宝这里跟姨母玩的是越来越甜蜜，任凭姨母怎么抚摸自己，瑞宝都不抵触。而这就不得不提一下上午瑞宝大吼爷爷了，这瑞宝现在就听姨母的了，连爷爷都不给摸了。爷爷让瑞宝坐好，面对着姨姨们吃胡萝卜。瑞宝以为爷爷是不让自己吃胡萝卜呢，对着爷爷就吼了一嗓子。这一下将爷爷回去又要思念他的白月光福宝了。福宝小时候无论在干什么，爷爷过来都可以随便摸，而且都会主动坐好，面对这姨姨们吃东西。不过好在是江爷爷比较理智，瑞宝这样带有一些野性反而是好事儿。这要是老宋头都得当场碎一地。回去抱着福宝的照片就得开哭，同时一边讲述自己今天对瑞宝好了，辉宝不回家，江爷爷来劝的场景都能被姨姨们拍出韩剧的感觉。今天上午，爱宝带娃出门玩耍，辉宝依旧是一个粘人的小妖精。永宽说辉宝不太好断奶，这都是有理有据的。反而瑞宝在独立高冷的路上越走越宽，总是自己跑去一旁玩。瑞宝自己挖了会儿雪洞，又来到了小树旁。瑞宝原本想爬上树的，结果发现自己小树上的雪洞的硬邦邦的。瑞宝觉得在上面睡觉一定会个屁股。瑞宝在晒太阳与自己的屁股之间选择了自己的屁股。瑞宝转念一想，又打算爬下树了，结果雪上太滑了，还没等瑞宝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下来呢，就一个滑铲摔了下去。瑞宝拍拍身上的土，
钻进了小床下面。这块地方是室外园区唯一一个没有雪的地方了。瑞宝给园区各个地方都玩耍了一遍，最后回家时对园区也没什么留念的了。辉宝跟着妈妈一起回了园区，母女俩一人在一个小床上，分别吃着自己的竹子，而辉宝也很会给自己安排。辉宝此时在室外也是独享一个小床的竹子，不过很快江爷爷走了出来，开始哄他大外孙回家。江爷爷先是给爱宝吃剩的竹子进行了收拾，同时慢慢等待辉宝吃完手里的竹子。江爷爷整理完竹子，摸了摸辉宝的小脑袋，又给辉宝擦了擦身子，然后说着一番甜言蜜语的话。辉宝还在迟疑，决定自己要不要回去。江爷爷的彩虹屁一直不停的输出，不过这对辉宝还是有用的。最后辉宝在爷爷的彩虹屁的驱使下，半推半就的回了家。瑞宝今天的风是自己挖的，园区许多没有化完的雪凝结成了冰，这为瑞宝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游乐场。瑞宝走上前，用爪子轻巧的抠挖着冰块。瑞宝虽小，但小爪子已经很锋利了，轻松从上面抠了一块出来。瑞宝玩雪时，刚好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瑞宝灵动的小眼睛盯着飞机飞过的方向转动了一圈。瑞宝转动的眼睛充满着轻盈而灵敏的感觉，就像他福宝姐姐的眼睛一样充满着对事物的好奇与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以前爷爷们总说福宝的那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给人带来好运，而事实也正如这样。福宝出生以来给人带来的幸福感与温暖感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福宝在最近状态异常的这几天里，关心福宝的每个人纷纷希望将自己从福宝那里收获的好运与快乐回馈给他，祈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姨姨们想再次看到福宝那充满着清新而朝气蓬勃的眸子，以及眸子散发出的永不熄灭的光芒，期盼着他能够重返园区，悠闲地啃食竹子，懒洋洋地享受阳光的沐浴。而根据基地对福宝的体检结果来看，福宝的身体一切正常，所以相信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再次踏入神树坪基地的大门时，福宝将以更加活泼健康的姿态迎接姨姨们。静待花开，福宝与你我同在。根据永宽的表示，瑞宝辉宝现在每天的青团产量已经达到5至6千克了，这是两人一起的总量。因为瑞宝辉宝生活在一起，无法清晰的区分出每一个青团具体是谁产的，而这个青团的产量对瑞宝辉宝这个年纪来说属于正常消化范围。之后有一提问到瑞宝辉宝什么时候独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是永宽还是江爷爷已经被问了不下数次了。永宽表示，瑞宝辉宝其实已经可以进入独立的范围了，但瑞宝辉宝现在跟妈妈在一起过得很好，彼此之间没有表现出抵触或争夺地盘的现象。而对于瑞宝辉宝，尽可能让他们和妈妈生活的久一点，这有助于他们积累经验。另外还有姨姨很关心乐宝和爱宝身体的状况，永宽表示他们都非常健康，这个问题兽医每天都在确认，但因为是冬季，他们不是每天都吃得好睡得好。野生动物他们都会在冬天为春天的行动做准备，尤其是乐宝正处于血气旺盛的状态，最近四处采食的行为广而告之，不过专家看过了，乐宝这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爱宝也在好好照顾双胞胎。姨姨们问的所有问题，永宽都非常清晰地对其进行了回复，每一件事情都交代得清清楚楚。